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利剑玫瑰延期至 Q3，迪丽热巴打拐女警遇冷，卫视成救命稻草。播出时间大乌龙，3月变 Q3，粉丝集体坐不住了。利剑玫瑰这波操作简直比刑侦剧还刺激。年初鹅厂招商会官宣定档3月，结果临开播突然失踪。连豆瓣页面都显示待定，直到4月27日网易新闻爆出料，才知道这剧被踹进了第3季度的冷宫。粉丝群瞬间炸锅，说好的3月桃花开，现在直接变3伏天烤红薯。鹅厂是不是把利剑玫瑰当空调遥控器了？更迷惑的是，剧集体量从30集突然拉长到33集，网友神评论。怕不是把广告插成连续剧了？迪丽热巴打拐还得兼职演广告。不过业内人士分析，加戏可能是为了符合卫视黄金档45分钟一集的规格，毕竟上星才是终极目标。双平台上星之争，卫视偶尔网播，这是个生死问题。双平台上星这个词最近在饭圈吵得不可开交，但很多人不知道。上星指的是通过卫星信号覆盖全国的卫视平台，比如东方、浙江、江苏这些一线卫视。而爱奇艺、腾讯视频这类网络平台，严格来说属于网播，和上星是两码事。不过现在的市场流行网台联动，也就是一部剧同时在卫视和网络平台播出。比如《狂飙》先在央视和爱奇艺播，后来又登陆北京东方卫视。利剑玫瑰网传要走的就是这条路，先上鹅厂和桃厂，再争取在一线卫视2轮跟播。但业内人士泼冷水，卫视现在都抢着买独播剧，2轮剧根本拿不到好档期，热度早就凉透了。更扎心的是，现在卫视购剧预算大缩水，好多2、3线卫视直接躺平买2轮剧。要是利剑玫瑰拿不到一线卫视的首播资源，就算双平台网播，也只能在数据榜单上自嗨，根本破不了圈。有网友犀利点评：网播是流量，卫视是国民度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刑侦剧内卷狂飙之后，谁能接棒？利剑玫瑰选刑侦题材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。前有狂飙创下收视神话，后有《猎罪图鉴2》孤舟等剧虎视眈眈，这部剧能打低牌只有2张。迪丽热巴转型突破，这次她饰演的邓妍不是傻白甜，而是硬核女警花。查案时智商在线，打戏亲自上阵。路透图里她剪了短发，穿警服的样子被夸又爱又飒。打拐题材稀缺，聚焦拐卖妇女儿童案件，揭露犯罪团伙黑幕。社会话题度拉满，贵州取景的实景拍摄，加上香港导演苏万聪的警匪片经验，质感值得期待。但观众也有担忧，迪丽热巴的演技撑得起复杂角色吗？刑侦剧最重要的是逻辑，千万别拍成披着职业剧外衣的恋爱剧。更有黑粉开麦公诉扑街还没长记性，这次又来霍刑侦剧。粉丝操碎心，从妆造到排期，全员化身云制片人。利剑玫瑰还没播，粉丝已经提前进入战斗状态。妆造组有粉丝整理了700页 PPT， 建议迪丽热巴在剧中尝试高马尾、丸子头等20种女警造型，甚至连耳饰长度都要管。数据组每天在超话刷利剑玫瑰刑侦天花板话题，还集资买热搜，是要把剧抬上卫视。外交组跑到《庆余年2猎罪图鉴2》的评论区安利，被网友调侃这是要抢饭吃啊。不过也有理智粉提醒，剧好不好看才是硬道理，别最后变成数据漂亮，口碑扑街。业内人士看衰，上星难于上青天。某卫视购片部负责人透露，现在卫视买剧只认2种：央视背书的主旋律，或者网络爆款。利剑玫瑰既没有央视力捧，
又没经过网播检验，很难拿到好档期。更残酷的现实是，卫视黄金档早就被与凤航、繁花这类 S 加级大剧霸占。利剑玫瑰就算上星，可能只能在凌晨档或者非黄时段播出，收视数据大概率扑街。但也有乐观派认为，如果利剑玫瑰能像漫长的季节一样，先网播再逆袭上星，说不定能成为黑马，成也上星，败也上星。利剑玫瑰现在就像卡在悬崖边的马车，往前一步是国民爆款，往后一步是无人问津。迪丽热巴需要这部剧证明转型实力，鹅厂需要它拉动会员增长，卫视需要它填补排期空缺。但在这个网台内卷、观众挑剔的时代，想要同时满足三方需求，谈何容易？只能说利剑玫瑰的命运，就看暑期档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了。要是真能双平台上星，那绝对是刑侦剧的胜利，迪丽热巴的重生。要是折戟沉沙，那估计只能成为饭圈又一个意难平的传说了。